时间并没有让运河成为冰冷的遗迹，也没有遮断人与河的关联。毫无疑问，它是中国人心中敬畏的历史，也是激励我们想象和关注的民族情怀。这部有关大运河的舞台剧已经筹备3年。然后就是这段我要跟他再探讨的，可能总导演崔薇邀请好莱坞配乐师克劳斯加入自己的创作团队。克劳斯很兴奋，他想依托这个剧目表达自己眼中的中国文化。崔薇打算以全新的形式演绎运河故事。他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剧的演出，推动中国大运河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播的世界行动。中国大运河是这个国家记载历史的独特方式，也是这个民族相生相伴的生命之河。1000年的历史有它，相信未来的1000年，我们还会和它一路同行。但此时此刻，面对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还应该为此做点什么？人与运河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条运河在未来的岁月中，又将承载怎样的使命？找你求援来了。我们最近正在做大运河遗产小道，看北京段。北京段呢，比我们以前走的更复杂，所以现在我大概说了，来找你求援。今天是中秋，刚刚从报社抽身出来的齐心，又开始投入另一项工作。现在，齐心的身份不再是人民日报的主任编辑，而是大运河遗产保护志愿者。齐心和学生们有一个名为404的公益团体，最近的主要活动就是运河保护。大运河遗产小道，我给孩子们提出了3条标准：第一，只准步行和骑行；第二，这条小道必须位于遗产的保护范围之内；第三，就是设计这条路线，而不是强调说你到哪儿去建一条路，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先生，喂，听见了是吗？没骑车呀？没骑车，今天有客人来，所以
齐心与运河的结缘在2005年。对于运河的关注来自于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的影响。咱们去通州的情况，当时罗老正在为运河申遗奔走呼吁，齐心以媒体人的角色成为助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参与。8年来，齐心骑行了2000公里，完成了运河沿线大部分城市的遗产考察。如今，罗哲文老先生逝世已经2年，他家里的摆设和前些年没有任何变化。妻子杨静华完整地保存着所有资料。这是罗老奔忙一辈子堆积出来的个人博物馆。每半个月，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全国政协文史委的书刊，也还是会寄送到这里。在生命的最后20年，罗老一直倾力于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这也成为老人家生前最后的牵挂。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哲文就提出长城与运河同时申报世界遗产。1987年，长城项目顺利通过，但运河项目却被搁置下来。以罗哲文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专家们，没有因此停止申报工作，他们继续为运河整理资料、考察现状，积极呼吁政府和公众加入进来。2005年，罗哲文已经82岁了。这一年，他再次提出运河申遗的构想。在他的身边还有2位志同道合的人，时年90岁，曾参与过平遥古城、卢沟桥保护的郑孝燮教授，和61岁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他们被尊称为运河3老。略过9年，从中原大地古老运河的开挖到今天，岁月已丈量过2500年。运河沿岸的古墩、古庙、古塔、古桥、老街、老店、老厂、老窑，以及街市的繁华景象，市民的生活习俗，犹如《清明上河图》的长幅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如今，当古老的运河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运河的未来？上午10点，王兆山夫妇即将开始新一天的工作。王兆山采沙的落马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他将从落马湖出发，行走整条运河，输送沙石，带来回报。这几天的采沙量都不太理想，王兆山夫妇有些焦虑，他们期待着今天能有不错的成果。买点饼干。
50岁的王兆山自小靠水为生，回顾半辈子，所有的记忆都和船有关，和水有关。跑过运输，捕过鱼，也组过船队。说起微山湖、洪泽湖、落马湖，都是王兆山养家糊口尝试过的出路。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带鱼出身嘛，带鱼出身都在船上生活，一般很少上陆地。我哥哥也是个旱沙船，也跟我一样的旱沙船。我二哥在运输船上跑，大运河装煤炭。如果不是在水上，王兆山还可以去其他很多地方讨生活。但是，祖祖辈辈的水上经历，养成了他对于传统生存方式的坚守。在王兆山看来，这样的日子虽说漂泊不定，却是自己最适应也最舒服的活法。在水上做生意，像我们习惯了，你不管蹲站、走上哪去，感觉很方便。但最近这几年，在运河上采沙的前景越来越暗淡，这个行当还能依靠多久？如果不采沙，是继续捕鱼，还是继续跑运输？又有哪一项能长久维持生计呢？王兆山有些纠结。如果继续加大采沙量，短期内会有可观的报酬，但对于河床的破坏也更为严重，湖底的沙石量也将越来越少。最后的结果必定是采不到沙，赚不到钱，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落马湖之外，同属于京杭大运河的洪泽湖、微山湖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虽然当地政府对落马湖的采沙区域和采沙总量有严格限制，也明确规定了洪泽湖、微山湖的休渔期，但膨胀的利益驱使船民宁可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不只是船民拿生活与收入做赌博，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而人们还在不断增加赌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厚重历史，让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了以史为鉴。今天，当我们努力为运河申遗时，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复原昔日运河曾经的风景，而是探寻如何为它注入更多的生命活力。作为考古专家，顾峰对此颇有感悟。我长期以来是搞隋唐城市考古，那么在过去的这个研究层，当然会研究到水系，研究到水系就研究到运河。对于运河这样的遗产，我们重新来认识它，这个不仅是认识它过去的价值，也认识到这样一种活态的遗产对今天和未来的作用和影响。退休之后的顾峰还没有适应突然清闲下来的生活。从事了几十年文物研究工作，顾峰了解扬州和它每一处遗产的故事。这是一座与运河兴衰同步的城市，水已经渗透进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布运河流域的水调，最能代表扬州的性情。
作为我们从小生活在运河城市，那么我们是运河水哺育出来的。反过来，我们觉得我们的申遗对运河这个母亲的她的一种反哺之举，我们关注这个千百年来孕育我们运河城市人民伟大母亲的一种敬畏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要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要影响到子孙后代。全中国每天有1亿人在兴修水利的战线上，古老的中国正在一天一天地起着变化。这是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斯眼中1958年的中国，成千上万人正在兴修水利。就在伊文斯记录的这个早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运河沿岸正被如火如荼地复制着。20世纪50年代，这个涅槃重生的国家开始满怀信心地重整山河，大运河的整治也是从那时候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大运河2000多年的沧桑，或许只是短暂一瞬，但正是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国大运河完成了一次次华丽转身，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事水利工作50多年的徐秉顺，正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而扬州作为大运河的中心，最能代表运河在这半个世纪中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扬州大运河整治主要有3次比较大的规模。第一次是1956年，把高邮到接手的一段新东区向东移。第二次是从1958年到1961年，这次整治以后，地宽就是70米。第3次就是宝应到少保，把这个中门这部分切除掉。从此，扬州的运河从少保到宝应达到2级航道标准。徐秉顺与运河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个年近80的老人也见证了有关运河的一次次重大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1953、1957年，分别兴建江阴船闸和杨柳青、宿迁千吨级船闸，开始了运河的部分恢复与扩建工程。1988年，完成苏北运河徐州至扬州400多公里扩建，达到2000吨级船舶标准。1995年，运河再次被列为国家内河航运2横1纵2网的发展规划。1997年底，江苏境内208公里的苏南运河完成建设任务。山东济宁到台儿庄168公里3级航道扩建工程，也在2000年完成验收并正式通航。今天，中国大运河最繁忙的苏北段已全线达到2级航道标准，其他河段也正在或已经升级为3级航道，确保运河运输能力与现代需求的匹配。千百年来，在对运河的使用、维护和整治中，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也不断更新。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煤南运、防洪灌溉，古老的运河始终在时代的变换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自然水源为人类提供了最早的情感依托，作为人工河流的运河，则寄托着更多互动的情感。
这是国家水利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南水北调。东、中、西3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构成了以4横3纵为主体的总体布局。其中的东线正是利用了京杭大运河线路作为输水通道展开施工的。这个工程彰显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和魄力。我相信召开这样的研讨会，不仅对大运河的水利和文化遗产的2013年11月30日，一个重要论坛在绍兴举办。这是国家开展运河申遗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专家学术讨论，也是这个时代对于运河的全新态度。我们的祖先利用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水文化遗产。那么，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头，要是没有了，将来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势必变成我们这些人就是对我们祖先的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这个运河呢，不仅仅是航运，不仅仅是这个防洪，实际上促进了南方、北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还是中国，但是就和有大运河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运输、我们的人民现在已经离不开大运河了。在这一天的这个论坛上，人们的表达将被载入2000年来的运河历史档案，而有关这条大河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普通中国人手中。自公元前486年以来，运河上大大小小的修护工程一直在延续，每一次修护与改造都是一次重新审视。今天，运河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元素。人们在保护与利用的双重命题下，构建运河新貌。是咱没拆迁以前咱过去的老房子、老新庄，就是北运河边20多米远，
咱是原来是在这院住。这相片的话啊，拍了有40年了。咱们家的祖祖辈辈啊，到我这儿4代，到你这儿6代了，啊，就生长在北运河。北运河呢，养育了整个的从北仓开始，一直到三岔河口。老田家之前的房子就在今天的三岔河口。几年前，在以海河、北运河、子牙河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中，老天津人都搬离了这里，田恩富就是其中的一个。田老爷子印象中的北运河，如今已经不通航了，而成为现代都市的水利风景区。在天津城市规划中，有关运河两岸的建筑高度控制、土地利用性质以及公共开放空间的建造、文物价值的保护与发挥，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实，运河只是流通千年的水，因为人附加了情感，而成为过去的记忆、生存的依靠，以及表达的缘由。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转变，运河所承载的功能也在悄然变化着。一壶茶，就是新的一天。生活在运河边的人，只有喝了运河水冲泡的茶，才觉得这一天真正开始了。我是清明桥茶楼的陶艺茶艺总监，土、水、火结合在一起，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我一直觉得陶艺是可以让我真正安静下来的东西。我希望能用一碗清河水去做出更加有味道的陶艺。生长在水乡的沈梦琪，小时候在运河里游泳嬉戏，长大后还在运河边的茶楼工作。32年来，运河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沈梦琪也目睹了这条河流的变化。当年玩水的孩子成为陶艺师，坚持着水和泥还有火的创作。当年的门前小河也成为今天的活态文化。见过大河源远流长。在杭州，一个老人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心中的运河。年过80的陈华全在运河边住了60年。10年前，陈老开始用 DV 记录运河，并为他创作歌曲。如今，身体没那么硬朗了，老人家就在家里看看运河，唱唱运河。我从18岁，也就是1951年，到那个运河边呢，就住在拱门桥的。我纯粹是一个草根，但是我在唱运河，大家叫我运河老人，我非常高兴。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运河的存在，习惯甚至让人们对它熟视无睹。但蓦然回首，总有鲜活的回忆和永不枯竭的灵感。
杭州歌剧舞剧院里，一场有关运河的想象正在寻求音乐与肢体的激情呈现。今天距离首演还有1个月，崔巍和他的学生们迎来了第一批观众。这是3年多来这场艺术盛宴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大运河第一次以艺术形象与普通人相遇。我觉得，其实作为每一个人来说，对自然、对环境、对我们生存的空间，以及对传统、对文化，都是有一份情感，只是说怎么去引导它。这出戏，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进剧场的，因为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文化遗产传播的剧。我们与运河的相遇是美好的久别重逢，不同的时代里，不同的人与运河相遇，也遇见着不同的运河。1个月后，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正式首演，崔巍将带着他的团队由此出发，让运河沿岸27个省市的普通人重新遇见大运河。对于驶向未来的航程，今天永远是起点。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中国大运河项目会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提交表决。这是自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名录以来，体量最大的一个项目。世界将如何定义中国大运河？令人关切的不只是申遗结果，更是世界对于运河的态度。不同于被完全保护的传统文化遗产，即便经历了2500年岁月年轮，每个时代的运河都还是新的。从一项超级工程到大一统王朝的生命线，从滋养这个国家的生命脐带，到中华文明的展示长廊，它带来了最早的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也激发了中国人对于水的与生俱来的情感。当全新的运输方式扑面而来，运河依旧波光闪耀，依然是这个民族历史的百科全书和精神家园。在这条纵横交织的大河上，我们的先民经历着太多的喜怒哀乐，生生不息。运河是世代中国人的作品，也是中国人的相册，见证着世代中国的变迁，也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深厚情感。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条伟大河流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个未来会让我们的子孙同样感到骄傲和自豪。